他跑步时突然被人从身后推倒，路过的男生也毫无道理地补了一脚。刚转学的第一天就遭到了排挤，这让他不由得后背发凉。学校不仅像座监狱一样阴冷无比，就连挂在墙上的学霸也充满了诡异。到底是多大强度的学习环境，才把大家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可他越往后越发现，之前的所见所闻也只是毛毛雨，特别是一到周末就泛起的冲天迷雾，还有那些飘在半空的人头气球。2026台湾惊悚巨作《聪明镇》震撼上线，作为全球首部伊藤润二授权的华语真人合集，把众多耳熟能详的漫画融合到剧中，用光怪陆离的校园生活构成了一幅内卷环境下的人性众生相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正片走起。一个叫赵佳琪的女孩因高考失败，把自己关在一个层层嵌套的房子里，可以看出她的压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这幅画面对应伊藤润二中4道墙的房间，原作讲的是宫一为了彻底隔绝弟弟的打扰，特意给自己的房间加装了4层墙壁，本以为能获得绝对安静的学习空间，可最后依然能听到弟弟的声音。原来他早已经躲进了墙壁的夹层之中，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安全结界从一开始就是作茧自缚的牢笼。画面一转，母亲开车拉着佳琪上路，经过大半天的奔波，又穿过了山川河流，在深夜的时候来到一个叫崇明镇的地方。据说这里学校的升学率接近100%，每一年的高考状元也被他们垄断，因此母亲和丽芬不惜卖掉了香港的房子，倾家荡产也要把女儿送进顶尖的医科大学。可学校的位置比想象中的更加偏僻，又坐了半个多小时的缆车才终于到达了山顶。放进来。可是我还会用手机禁止进去，不然你就回去。自从佳琪踏上这片土地，就感觉到无比的诡异。树木遮天蔽日，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，整座小镇与世隔绝，警报和吵闹声不绝于耳，突出充满了世界末日的景象。更恐怖的是，越往深处越是迷雾重重，味道也开始变得非常奇怪。好臭！关起来啦！把窗户关起来！与此同时，迷雾越来越重，一个年轻的男人神色匆匆，从后面不停追赶的人群可以看出，此人显然是在仓皇逃命。阴差阳错之下，男人一头撞在了车头。你看清楚，那人是啥款无？我看清楚。可能3到位都莫够因乱了说。怎么了？不关你的事。其实佳琪已经考上了大学，也拿到了自己喜欢的昆虫学通知书，可就因学校的排名不够好，母亲就让她强制退了学。其执念来源于当医生的丈夫，在她的眼里，女儿一定要超过父母才算合情合理。她一边为佳琪梳了头发，一边讲着人生的心灵鸡汤。在她的世界里，女儿不需要有自己的判断，只要按照她的规划，将来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佳琪没有反抗，努力挤出了一丝微笑。你第一天去上课，一定要给老师留下好印象。你起步已经比别人晚了，所以要比其他同学更加努力。每个人都是你对手，你就不要跟他们做朋友，专心读书就对了。由于学校太火的缘故，很多家长围在门口不停地打听，如果哪位同学想退学的话，他们就正好拿到宝贵的名额。这时丽芬母女走了过来，眼神交汇之际，两人的表情顿时僵住。原来他就是昨晚逃跑的那个男孩。看到母女二人是来报到的新生，家长群中顿时就炸开了锅。他们正在为入学名额争得头破血流，可有人却凭借关系轻松到手。来崇明的学生只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读书。每个来崇明的学生都是失败者，但是这里会让你成功。所有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会被禁止。崇明创造一个完美的学习环境，你的责任就是全心全意念书。佳琪第一次踏入教学楼，就看到那些毛骨悚然的画面，这根本不像是学习的地方，反倒像是一座监狱。门把手上的血迹可以看出，这里的校规严格到离谱，一旦违反还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每个月还要进行模拟考试，倒数30名，还要直接开除学籍。难怪这里的学霸都是这副模样。赵佳琪，
有班的，应该是张磊，应该就是。这里的一切都要看成绩。佳琪高考得了384分，而低于这个分数的就集体往后挪一排。刚坐到位置，佳琪就发现了一只牛皮本，上面写着双一的日记。原著中的双一是6月6日出生，西方称之为魔鬼的生日，双一就以此标榜自己与生俱来的邪恶属性。他性格孤僻阴暗，口含铁钉，并以稻草人为媒介，最擅长用诅咒整蛊其他同学，但又自带倒霉属性，往往是诅咒失效，甚至反噬到自己，因此双一被全班孤立。不想死的话，就不准再看这个。怎么可以乱翻别人东西？你看了不爱看的东西，手上你肚子痛，被全班讨厌，还遇到恐怖的事情。所以不要吵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佳琪的肚子里就开始翻江倒海。就在她呕吐不止的时候，一个叫心雨的女生从隔壁探出了头，这也是她见到过唯一和善的同学。心雨告诉佳琪，但凡能来这里上学的人都是怪胎，可碍于严厉的校规，搞怪捣乱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前不久，一个叫张磊的男生惹了麻烦，直到现在都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另一边的丽芬正在家里打扫卫生，可无论如何清洗，床垫都始终散发着一股腥臭味，床头还系着一条粗粗的麻绳，看起来就像实施酷刑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那个在校门口苦等名额的家长突然来访，此人名叫傅春华，初次见面就表现得极其殷勤，不仅问长问短，还送上了不少日用品。可隔壁的大姐看到后却当机立断警告，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这种人出现在这里。由于此人是家长协会的会长，丽芬自然不敢招惹，只是转身又去整理房间。这次在女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颗血红色的珠子，凑近一闻还有着奇怪的味道。她对准光线仔细观察，这才发现里面好像有种心跳的感觉。血珠子顺着房顶滚落到院子里，恰好被一只流浪狗吃掉。为了拉近邻里关系，丽芬端来了一份卤鸡腿，不料再一次吃了会长的闭门羹。就当她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会长的女儿文月刚好放学。妹妹，回来啦！我们是对面新搬来的，我女儿赵佳琪是你新同学。我做了一点吃的，请你们尝尝，一定很好吃，谢谢阿姨。文月表面上恭恭敬敬，可转过头就把整盘子鸡腿倒进了垃圾桶。文月对应原著中的美女穿上腹浆，剧中没走传统妖艳祸水的刻板塑造，而是将原作中的魅惑与分裂嫁接到了容貌焦虑的执念上。晚饭过后，佳琪发现了妈妈动了自己的东西，心里很是郁闷。她隐藏了自己的理想，不停迁就母亲的虚荣心，可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只是她的附属品而已。两人爆发了激烈的矛盾，佳琪的心情也跌落到了极点，于是一个人来到半山腰的小树林散步，在这里发现了一片禁区，好奇心驱使着他不断向前。本以为这里应该没人打扰，可不久之后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，几个鬼鬼祟祟的村民正在把一具尸体运往树林深处，而这些人似乎都是试图逃跑的人。佳琪悄悄地跟在身后，直到看见了一处简易的棚房。是阮的，我咧整理迄颗因兜时阵哦，发现这物件，还是丢掉摕着的。像连任务啊，人拢无去啊，咱紧甲人了着，无会出代志。等下这颗要安处理啊？这颗哦，县长有交代，爱特别处理，实在不了才简单啊。是。这种东西我在学人家，正当这种广告嘛。你把物件搞到这后，伊意思哦，安尼代志就懂了。这具尸体被剁成肉泥，最后融化成了一滩血水。佳琪全都看在眼里，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些怪事，而是明明大家都知道，却又不约而同的装聋作哑。恐怖的画面不停在脑海浮现，导致他上课也没了精神。老师及时点名，由于昨晚晚自习无故缺席，不仅被扣了班级分，所有同学也受到了牵连，这也导致佳琪成了众矢之的。大家对他指指点点，还时不时放出阴招。双一更是发起了第二次诅咒。你知道最讨厌跑，你还有没午休还要跑，该死，必须受到惩罚。诅咒你没朋友，被鬼追，吓死你，吓死你！
佳琪躲在厕所里痛哭流涕，只有心雨送上了安慰。他看到了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可面对那些嚣张跋扈的校霸，他并不敢告诉老师，而他口中的校霸正是今天体育课上放阴招的施丽琼。下午1点钟左右，小镇突然拉响了警报，学校广播也要求学生立刻戴上口罩，回家后关闭门窗，不得外出。小镇的居民也犹如惊弓之鸟，立马停下了手上的工作，仿佛一场灾难即将来临。佳琪听到了广播，可厕所门却说什么都打不开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他遭到了校霸的整蛊。大家还没出来，教授换的福音是不是？说话，这不在一起。很快，整座小镇就被迷雾笼罩，人们穿上防护服，又开始了行动。一个疯女人来到树林，用歇斯底里的声音大喊她要来了。可她到底是谁？我想应该是迷雾中的美少男。顷刻间，学校便人去楼空，佳琪也只好奋力翻出了厕所。可当他回到教学楼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阵求救声。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你还在这？可不可以帮我离开这里？我想回家，陪我走好不好？佳琪壮着胆子推开了大门，这里是一间废弃的教室，空旷的环境中只有一个女孩仍在埋头苦读。她想上去询问，突然发现一支粉笔滚落到地上，再一回头，女孩已经消失不见。环顾四周之后，她看到黑板上写着自己的名字：赵佳琪。聪明镇的第1集到此结束。目前已经出现的原著剧情有血玉树和双一的日记，整体视觉风格阴冷压抑，基本还原了原著的病态美学质感。我会加紧制作，尽快送上后面的精彩内容。